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6月剧集迎来爆发，多部重磅新剧即将上线。你别跟我说好饭不怕晚，今年6月电视圈的泼天富贵谁顶得住？光是拉开手机 APP 推送页面的那一刻，三大平台的王炸剧集一个接一个，直接把我的会员钱包掏了个精光。悲催观众如我，还没算清楚哪家贵哪家省，就已经被诚意、雷佳音、张雨绮这些熟面孔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数据摆着呢，富山海预约直接突破400万，长安的荔枝央视定档后的预约也是300多万开外爱，平台们的算盘想的都快赶上大娘买菜时的葫芦了。问题来了，这些个广告吹上天的新戏，真能让咱端稳饭碗追剧到天亮？还是说套路深的要命，白白劝咱花了不少冤枉钱？荔枝能空运，剧集也能逆天改命吗？先别急着下定论，咱们扒拉着看这剧抖3连击到底是神仙斗法还是资本狂欢。要说今年6月这3部电视剧甫一开播，简直是神仙打自家人，一边是热血古装奇侠穿书梗爽到飞起，另一边却来了个唐朝打工人千里快递升仙，再有就是都市单亲妈翻身拍下重组家庭新喜剧。你说这不就是横着竖着全覆盖了收视人群吗？年轻人要嗑的糖有了，大妈大叔们盼的正能量也安排上了，家长陪娃看的轻喜剧更不缺。3大主角，一个卖情怀，一个卖趣味，一个玩共鸣，平台们为了流量头破血流，观众却被整得脑瓜疼。上午嗑古偶，下午看社畜，晚间云带娃，谁敢说自己不缺咖啡续命？可问题来了，再厉害的预告片，最终还得真刀真枪比拼剧情。如果剧本一塌糊涂，就算 CG 特效做得像大片，也拯救不了戏骨集体翻车。到底谁家牛皮吹得真？观众手里的遥控器准备好了，你别以为现在观众好糊弄。先来说说富山海，诚意这回算是豁出去了。一个人分饰3角，你看这难度，估计连东北澡堂子搓澡大哥都要自愧不如。白天996打螺丝，夜里化身武林盟主，还能附赠邪魅反派的狠厉目光，这操作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诚意的头皮发麻。可原著粉真是被戳对了 G 点，弹幕上演技封神一个赛一个。这回剧组上心了，连《流浪地球》的特效团队都请来助阵，刀剑打斗真动真枪恶步，是假刀假枪，慢镜头少得可怜，观众想挑刺都找不着门路。但每年都有武侠回魂，难不成今年诚意真能把武侠的牌面再撑起来？再说长安的荔枝，这剧开头就整了个打工人专区的高难度任务，5千里送荔枝，要命不？雷佳音扮演的9品小官，每天小心翼翼，还要算着怎么保鲜，愁都愁秃了。结果同僚不是帮忙，是阴阳怪气往更难的坑里踹。唐朝卷王日常加天价任务包裹，这不就是内卷社会的古代翻版吗？更妙的是，配角全是戏精。最出圈要数岳云鹏和雷佳音组的打工人 CP， 逗趣插科打诨，你说没内味儿都不信。观众挥着大手，大吃西瓜，喝着饮料，弹幕刷着荔枝会凉，打工人永远热泪盈眶。只想问一句编剧，咱能不能别把打工人的苦恼美化得像笑话？最后来说我的1/2男友张雨绮，那个气场一甩，二胎妈净身出户，却丝毫不丧。被前夫、绿茶闺蜜坑到家徒四壁，结果反手一个绝地反攻，直接把外人的闲话变成卖点。韩庚饰演的温柔奶爸，温情里带着笑点，带娃带到网友都想投递简历应聘家庭合伙人。4个熊孩子打起来，抢玩具抢宠一锅端。导演陈明章这次可没卖惨，什么鸡毛蒜皮家庭矛盾，一律化作养娃喜剧。不说别的，
家家户户谁都能找到影子。谭木说的好，婚姻塌了就塌了，合伙养娃不能停。你说现实里有没有这么美？咱且看且珍惜。这3部剧风头正劲，开局个个一副现象级架势，但你翻翻历史，剧集的爆款魔咒可不是盖的。武侠剧年年叫嚣复兴，可最后不是胡编乱造，就是 P 图抠的赛过表情包，沦为笑柄的事没少过。编剧一膨胀，啥魔改穿越，国产狗血都来一套。观众骂归骂，该追的还得追。虽说嘴上斥责毁经典，晚上照熄灯继续刷。就说《富山海》，有粉丝吹得天花乱坠，也有老观众冷嘲热讽武侠就是的扎马不学真功夫，能不能别画大饼？再看长安的荔枝，虽然雷佳音和岳云鹏堪称绝配，但戏里戏外的涉序梗说多了也腻，怕是没撑到，观众就闪现流失了。至于我的1/2男友，现实里重组家庭真有这么皆大欢喜吗？鸡毛蒜皮琐事少不了，电视剧里拍得太美好，难免给人虚假的乌托邦。再有一说一，现在流行急功近利，啥都讲流量，当红炸子鸡不断轮番上阵，谁还能保证剧情不拉胯？不少网友在豆瓣小组吐槽，我怀疑这几部剧最后都的烂尾。PV 最好看的还是预告片。从去年高开低走的剧波潮来，今年6月能逃过套路收割吗？反方声音也持续不断，担心好题材被资本和编剧亲手庸俗化，最后还是回到买会员看个乐呵的死循环。问题在哪？最怕平台看似神仙打架，最后就是一场资本的自嗨。可戏剧人生就是跌宕反转，刚以为一切都走向蹩脚剧情，突然一个亮点蹦了出来。这3部剧都能看到剧组试图突破老套的拼劲。《富山海》不是单纯重温80年代武侠套路，导演就是要把现代打工人和江湖豪情给你拧在一起，成一眼三角角色，是鸡肋还是拳击？关键看人物弧光。如果人物能走出内卷打工人的死胡同，那可真能让年轻观众嗑个爽。再看长安的荔枝，表面上讲唐朝公务员速递快递，实际上却借古讽今，把打工社序、官场暗流、社会阶层硬是塞进公路喜剧。雷佳音死磕荔枝快递员，一边跑腿一边遭人暗算，这说白了不就是国民日常生存图鉴？同僚互坑，上司踢皮球，古今如出一辙。岳云鹏本色出演，活脱脱成为快乐源泉，两人一路嬉笑怒骂，比曹盾导演之前的《长安12时辰》多了3分烟火气。这种打工传奇，就是咱们身边的活现实。我的1/2男友更是把重组家庭拍出新路合伙养娃这个概念，搁在10年前简直天方夜谭，现在却成了不少年轻人默认的生活方案。剧里没有苦情桥段泪点滥用，有的是生活柴米油盐的火花和普通人能挂念的憋屈，剧情峰回路转，笑点泪点一锅炖，好多观众直接在家喊了一嗓子，这不就是我家吗？平台们也不是全无诚意，好几场戏的实景搭建堪比大制作外宣片，配乐更是请了业内大咖撑场。观众有理由盼一场好戏，直观体验到金钱与汗水齐飞，还有人情和共鸣并进。就算免不了 AI 抠像、特效 P 图的争议，这3部剧起码是真刀真枪做内容，没有凑数敷衍。时间一拉长，老毛病很快又浮现了。过去的成功经验都架不住烂尾魔咒反扑。热搜、数据、预售，前期火力全开，后期极有可能集体高开低走。要说爆款还能救一局，可若剧本不扎实，配角乱来，故事线虎头蛇尾，王炸3连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再有，平台之间内卷升级，集体拔高身价，会员乘风涨价，还不时暗戳戳搞限时付费。一部剧挖3个男主，一台戏捧5个女主，
流水线工业化生产让观众越来越难产生归属感。神仙打架到头来，收割那波流量热度，剩下只能是一地鸡毛。甚至还有声音质疑平台重点打造的就是快餐情感和伪共鸣，观众只能在海量弹幕里找存在感，剧情深度成了奢侈品。最现实的考验是观众对真诚的信任频频破防。一出戏刚有点亮眼苗头，下一集立马拉胯，观众再傻也明白，这点套路早已被掏空个800回。再有，家庭伦理喜剧拍得过于理想化，现实问题轻描淡写，难免被视为避重就轻。有弹幕冷笑婚姻会塌房，剧情更能翻车。剧组和演员都背着商务 KPI， 谁还真敢跟收视率过不去？今年6月的这3部大剧，噱头确实足，钱也真是花了。但你不觉得这些年咱们追剧的心态更像唐朝那个送荔枝的小丽吗？一边绞尽脑汁让戏保鲜，一边又怕累死在节奏里。真心希望导演们别光打鸡血，也别光顾着在微博上玩自来水安利，剧本能不能写得像北方冬天的麻辣烫管饱，有料，扎实。观众不是点外卖豆瓣评分来抽奖，也不是配合流量翻来覆去做数据的丧尸。真想用10集好故事换观众的掌声，这话题咱们就能一直嚷下去。不然，会员钱包空了，道具码农干坏了，最后哭的只能是平台自己。平台剧王争霸，观众最想看的永远都是故事里的赤子心，生活里的烟火气。要不怎么说，平台宣发总觉得自己马步扎得非常稳，结果观众总能在尴尬处一锄头。平台越争王炸，会员涨价越猛，这一波荧屏热闹真的是观众的福气，还是收割韭菜的新套路？你觉得今年这几部大剧真能撑住铺天盖地的期待，还是又要上演高开低走，花头没货？你更看好谁能笑到最后，是武侠逆袭、唐朝打工人，还是都市养娃合伙人？评论区开炮吧，反正我会员钱已经交了，锅底就剩你们抄了。